我现在是要死了吗？对，你现在要死了。回家这件事情真的好可怕哦，不会有一天被杀掉吧？欢迎来到嗨对，我是海妞，我是喜娜。对，今天又是由我主讲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案子呢，到后面我们就会来讨论一下，是你的精神状态到底是不是正常，会有点相关。案子呢，它是发生在2022年，其实还蛮近期的，很近欸。而且我觉得你那时候一定有看到新闻画面。进击到的光明是，爸爸先报警说，他一回家就发现自己的2个儿子还有老婆全部都死在家里面，而且是呈现于横尸遍野的状态。警察到了现场以后，发现门口外面还有非常凌乱的血脚印，妈妈跟儿子他们全部都是直接倒在血泊里面。爸爸是说他回家就呈现这个样子了。那警察到了现场以后，除了封锁现场采集这些物证之外，就会开始查附近的 CCTV 嘛。第一个最有嫌疑的当然就是爸爸，查了 CCTV， 确认爸爸那时候讲说他大概8点多左右的时候出门，然后就去了网咖，一直到12点回来，一回家就发现了这个惨状。所以这个3母子应该是在8到12点之间遇害的。但是呢，在8点多的时候呢，是有拍到妈妈搭电梯出去的，就更证明了说爸爸的不在场证明。因为爸爸出门以后，妈妈是还活着的嘛。但是呢，他们隔天就把爸爸给逮捕了，因为 CCTV 的确大门呢是有拍到爸爸进出的，但是爸爸不知道一件事情是，大的儿子，一个儿子是10岁，一个儿子是15岁，大的儿子从头到尾他的手机都开着录音。对，全部都录进去了。对，而且那个录音是警察到了现场以后，在查所有的东西的时候，才把那个录音关掉。哦，所以全程录到尾，全程录到尾，录了15个小时，铁证呢，15个小时，15个小时，他就录到了爸爸杀害全家的过程。那爸爸到底是用什么样手法做他的不在场证明呢？8点的时候先离开了家里，让那个 CCTV 拍到，然后再从旁边的花丛折返，翻过一个角落 ，CCTV 的下面那种不是有一种小墙，翻进去，然后进到大楼里面，就是要让他有出去可是没有进来的证据，就对了。对，回到家里面了以后呢，他又要制造老婆在他不在的时间是活着的，所以他就跟他太太讲说，我刚刚在1楼的楼梯间那里看到了一个很大的袋子，我打开里面全部都是钱。然后老婆就说，怎么可能，谁的钱，怎么会？不知道你下去看看。所以他老婆才会出去搭电梯，反而就证明了说，在他出门了之后，他老婆还活着这件事情。老婆也就是妈妈不在的时候，他就拿出了他预先预藏的橡胶的锤子，比铁锤再安全一点，但还是蛮硬的。他就用那个锤子，先从正在客厅的电脑上面打电动，戴着耳机，但是手机在录音的大儿子开始，直接铁锤敲他的头，立即就头破血流，然后就晕过去。过程里面，妈妈就回来了，因为妈妈只是下楼看一下嘛。第一个反应当然是冲向小孩嘛，家里面又是自己的老公，妈妈在冲向小孩的过程里面，先生就再拿那个橡胶铁锤攻击头部，妈妈就倒在儿子的旁边。他们就说，现场看起来，妈妈即使是倒在儿子的旁边，都还有企图想要去抓儿子的手，也有听到妈妈拜托放过我儿子这样子。接下来呢，就给大家听一下这段录音档的，但这一段录音档不是真实录音档，是后来有节目组他们制作重新还原的录音档，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安心一点。但是节目组说他们就是照原本的录音档去制作的。서준이는 샤워하러 들어갔어? 大家可以听到那对话里面呢，爸爸一回家的时候就有先问说小儿子在哪里，就有说在洗澡。所以在他处理完了大儿子跟妈妈了之后，小儿子因为吓得一直躲在厕所里面。10岁其实已经小3了嘛，目睹了这一切，所以他就不敢出来。然后爸爸就开始叫他的名字，喜娜呀，好可怕哦。 나와봐, 서준아. 빨리 나와. 就一样被解决掉了。后面就还有录到说，爸爸还讲说，你们怎么那么难死啊？那是他的亲爸爸吗？就听到他到厨房 killing 康啷从厨房里面拿了刀了以后，再用刀把所有的人再解决掉一次的声音。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，有比较奇怪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他在杀大儿子的时候呢，一直有跟大儿子有一些对话，是他在杀大儿子，但他另外一边又在讲说，我现在是要死了吗？对，你现在要死了。他说，哦，我现在真的要死了吗？可是这些话都是爸爸一个人在讲。
然后他在厨房里面拿了刀要杀他们所有的人之前，就还讲了一句 adios， 他就突然讲了一句西班牙文的再见，就感觉好像这一切对他来说是没有心境上面的纠葛。根据这个爸爸的说辞呢，他不是有制造不在场证明吗？本来的计划是要把他们都敲晕了以后，再让他们集体跳楼。敲晕，然后集体跳楼，把它搬到阳台上面，把它推下去。对对对，应该是事后发现执行上没有那么容易，所以才改成用刀。这个爸爸一开始大家都会想说，他是不是有反社会人格，连跟小孩子都有仇，这真的蛮奇怪的。做了反社会人格的测试呢，40分，他其实只有13分，非常的低，跟他的智商有到达125，所以他才会是有预谋性的犯案嘛。到底为什么要去杀这些家人呢？这个爸爸他在被逮捕了以后呢，有一些新闻画面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。再根据那时候有追这个新闻的记者呢，他们是说这个爸爸他非常的坚持自己呢是多重人格的患者，解离性人格。제가 8년 전에 기억을 잃었고요. 8년 만에 기억을 찾았는데 이번에 코로나 걸려서 기억났거든요. 제 어머니는 버려졌고 저는 뭐 ATM 기계가처럼 일만 시키고 뭐 조금씩 우라가 쳐서 그런 것 같습니다. 죄송합니다. 정확히 언제부터 생각하신 거예요? 사건 한 2, 3일 전부터입니다. 那他表示呢，最后的记忆是8年前，车上跟他老婆吵架，再醒来是8年后，他人在医院里面吊点滴，这中间的记忆他全部都不记得，这是他的主张。回到家里面，根据自己写的日记，然后他就知道说，2个小孩对爸爸一点尊重都没有，他觉得家里人都瞧不起他，他的老婆呢把他当提款机，都没有把他当爸爸来尊重。为什么会觉得他有解离性人格呢？因为他觉得那个8年应该是另外一个人格在过日子，所以他不记得。在这个过程，脑袋里面一直有另外一个声音跟他说：“把警察敲昏，你就可以逃走了。”声称说他自己有3个人格。我怎么记得以前有看过一个报道，是写说，就是有这种解离性人格，他们其实不一定会知道另外一个人格的存在。没错，后来警察去审问的时候，他就声称一个叫做 John， 一个叫收心米，一个叫 Myung。他说 John 这个人格比较暴力的人格，最近才成立的。收心米呢，就是比较小心翼翼的人格，然后还有一个是 Myung， 比较接近他自己本人的人格。就像喜娜讲的，其实人格之间彼此之间不一定会知道彼此，通常会写说这个人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那个是心理学家在写。对对，他却自己讲有3个人格，所以他被警察抓去测谎。警察就有问他说，平常脑袋里面都会听到那些人格在聊天吗？他说对。警察就说好，那请问这3个人格你要怎么分辨他们的声音，他们声音有什么不一样？都回答不出来。在说谎这件事情就不攻自破，他自己对解离性人格也有一个很错误的认知。如果你听到另外一个人格的存在，你就会觉得怪怪的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他不是还要讲说，老婆都把他当 ATM 吗？对，养小孩的老婆把老公当 ATM 这件事情好像蛮多的。可是根据附近的邻居探访之后，怎么当 ATM？ 他们家里面的妈妈最辛苦了，因为那个爸爸疫情期间跟之后就一直说反复的腰痛一直发作。本来是工程师，但因为工程师都要长时间坐着，腰伤的关系呢，本来的公社工作就是做了一下，然后又休息，做一下休息，断断续续，最后就被 fire 掉了。他的收入是不稳定的，后来是这个妈妈一边养小孩一边出去工作赚钱，他们家的支柱是那个妈妈，不管是照顾小孩子还是赚钱，才不像他讲的自己多伟大。最后这个爸爸他其实后来有一段时间就自己在家里面待业。犯罪心理学家觉得他应该是从小对于自己被无视，已经是心理上面有疾病的人，然后在这时候爆发出来。可能他后来在家里面待业的这个心理压力，让他恶性的解读人家周遭，其实他就是生病了啦，只是他没有解离性人格，这是心理学家的判断。他可能就是性格有点扭曲，因为呢，大儿子他录音这件事情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总而言之，他的档案里面有32个档案，基本上就是只要爸爸在的时候，他就会录音。所以他也发现有问题。警察就有去研究这些录音档，发现这个爸爸小事情就会暴怒。왜 내 슬리퍼를 허락도 없이 신고 가? 내가 저한테 뭘 못해서? 야 나와봐! 야! 너도 할 말 있으면 해봐. 내가 너는 죽어도 용서 못해. 야! 重点是他有用到同意这2个字，穿个拖鞋这件事情都要得到爸爸的同意，代表他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人，却在一个完全不受他控制的家里面，所以觉得他自己被无视。但其实2个小孩子可能本来就比较亲妈妈，或是青少年时期。其中有一个档案呢，儿子回家进门之前按了这录音档。들어가기 무섭다. 들어가면 무시하거나 넌 뭐야 라고 하거나
깨라고 하니까 죽지는 않겠지. 犯罪心理学家跟警察就讲说，应该是这个爸爸一直情绪都很不稳定，然后为了小事情就爆炸暴走，常常会扬言杀死你们这些人，造成大儿子心里很不安的情绪，才会一直录音。这个案子呢就进入审理啦，从头到尾呢，爸爸都非常冷静，就像你们刚看到那个他被逮捕的影片一样，非常冷静，自称自己心理疾病，称自己精神状态有问题，精神状态不是正常的。但是呢，测谎啊，跟刚刚讲的那些精神疾病方面的事情都没有被采纳。心理学家的说法是说，因为从小到大环境个性变得比较敏感，容易暴躁，可是并没有变成一个心理疾病，全部都不被采纳，被法官驳回有关于他有心理疾病的部分，最后是被判了无期徒刑。这个案子呢，其实就是在讲说，想要拿着解离性人格拿去犯罪啊，或什么的。解离性人格里面通常都会有个比较暴力的人格，通常都是受虐、大型创伤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，常常会解离出来一个比较保护者的人格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呢，他可能就是有接触过相关的书籍啊，或者是电影啊。可是我觉得拿别人的疾病拿来当自己犯罪的理由，这真的蛮缺德的，让真的生病的人情何以堪？那以上呢就是这次为大家所准备的案子。如果你对于我们的频道做的作品很有兴趣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还有 day， 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台湾妞，我是喜娜，拜拜。拜拜。然后呢，其中有一个，我想要打喷嚏，好，不是爸很疯吗？